他们小时候挨的每顿打都不是白挨的。当范丞丞意识到姐姐是大明星后，拿我的签名照给老师送礼。有一次，我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我说：“喂，说姐，是我是范丞丞。”你说你在哪？他说我在学校里，我拿同学的电话打给你炫耀。当郭麒麟小时候考试没考好，那回考试走之前我说：“我告诉你，考不好别认我这个爸爸，考试去，考完回来，我说今天考得怎么样？你是谁？”比郭麒麟还要惨的是魏大勋。正好那天我爸接我，然后我爸你开车，你打多少分啊？我寻思这玩意儿骗也骗不了，卷子也在那儿了，是吧？这当时就带着哭腔，就26开车了。杨迪小时候为了玩手机不睡觉，和妈妈斗智斗勇。说我在房间看书，我妈在我房间里，我妈就说：“儿子，你好好看书，妈妈出去了。”假装关门，让没出去，躲在黑暗中。我就知道我妈还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就故意在大的历史书里面放一个历史练习册，翻里面的书，我妈就觉得逮着我，拍到了，拍到了，妈，历史练习册，我妈非常尴尬，妈妈真的收了。当王俊凯被问到最难忘的生日时，小时候有一次生日自己忘了，然后回家之后发现爸妈有人买生日蛋糕，然后我觉得生日蛋糕太小了不开心，爸妈就把我打了一顿，30多。郭京飞这顿打挨的是一点都不冤。小的时候热爱动物，在河边玩的时候捡过一条蛇，然后就想刻在家里边，变成我们家新的成员。我妈也没去看经过是什么，我才见到过真的人的头类这体。然后我妈把这一生知道的脏话全都骂我。果然这小子从小就是个显眼包。你谈恋爱会给你爸妈说吗？不会吧，我姐小时候谈恋爱被我爸看见，回家被双打带过来了。但是我爸我妈说他们从来都没有那么默契，拿着那衣架双打。没想到撒贝宁小时候竟也小时候在部队大院就有一个电线头耷拉下来，谁勇敢上去摸一下？我说我勇敢，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妈在抽我耳光，就那意思就是死了我也要给你打活过来。静姐提到小时候挨过的打，到现在依旧还是不服。你有兄弟姐妹吗？有啊，我是最大的。打你！爸妈在家里打你吗？打。你爸打你，打过你吗？打。你太调皮了吧？是不是？不调皮，他们就是那一辈的家长手都蛮快，不是快，都有点欠的。吴磊从小就是个爱事业的男孩，这个角色还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哟。剧组的副导来我们学校找演员，那时候我很不巧，然后去上厕所了，我就冲下去，冲上面，我就跟他喊：“哥哥，我也是演员，你给我拍几张，我还没有拍到呢。”被选上拍哪吒后也很能吃苦。那明天2队拍一队都去拍，吊钢丝是排水，这时得拍5件鱼也要去拍，这都不觉得苦吗？缺红绳了，缺红绳了。可要说到最皮的还得是胡先煦。既然大家今天来那么多，又那么热情，那我就别开生面，不客气的给大家跳一段我最拿手的、最得意的，也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段舞蹈——招魂舞。这不就是真人版的流星吗？课的有他这么忙活的，一会儿招惹后排的女同学，一会儿干脆不知道为什么不用场。这不老师又给我吐槽了吗？一个星期的去不上啊，比他去40多。讲的是真的，你讲的是你干的，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啊！不演员，我看你要跑，你别笑。就让胡先煦一个人在排练厅，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金靖小时候的玩伴还经常被亲哥坑。我一个朋友跟他哥，他小时候被他哥连续打了100多个耳光。他哥骗他说你要练铁脸神功，也是打，然后说还疼吗？他说好疼啊。他说那你这个功夫没有练成，还想练吗？想练。你别笑。